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曾经历过被人精神操控的经历？人际关系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场权力的博弈较量，而操控则是其中最阴险、最难以察觉的夺权手段之一。它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交出自己的情感主导权、决策权、行为选择权，甚至是人生定义权。你以为自己在自由选择，但实际上你的每一步都在操控者的计划之中，就像一个被线操控的木偶，被别人强迫着起舞。每一次挣扎都只是让他们更享受这种掌控的快感。操控无关爱的深浅，也无关关系的远近，它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控制与被控制。现在是时候夺回你的权利了。今天我们要精读的是心理学博士哈里亚特·布瑞克的经典著作《操纵心理学》。他将自己整整30年的临床心理治疗经验都浓缩在了这本终极的权力反转指南中。他将武装你的大脑，让你看穿一切操控伎俩，赋予你勇气，让你挣脱所有无形的束缚。这个视频就是你吹响反击号角的开始。刚才我们把操控定义为了一场人际关系中的权力掠夺战，这个说法可能听起来有点严重，有点上纲上线。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就是情侣吵架、家人唠叨、同事甩锅吗？怎么就成了战争了？别急，这就是操控最高明的地方。它总是披着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让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身处一场战争。这层外衣通常只有3个字：为你好。我是为你好，才让你别跟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来往；我是为你好，才劝你考个公务员，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我是为你好，这酒你必须喝，都是为了帮你拉近关系。你看这些话是不是听起来特别耳熟？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对别人这么说。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底该如何区分一个人是真的关心你是为你好，还是在暗中操控你是为我用呢？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这个界限就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你明知道对面有东西，但就是看不真切。现在我们就来把这层毛玻璃彻底砸碎。要区分它们，我们得先搞懂一个核心问题：健康的相互影响和恶意的精神操控，它们的出发点究竟有什么不同？健康的相互影响是我希望你好，所以我给你建议，但我发自内心的尊重你的最终选择。它像一场开放式的讨论，我说我的观点，你说你的想法，我们彼此交换信息，最后你自己做决定。这个过程里，你的人格是受到尊重的，你的选择权也是完整的。就算你最后没听我的，我们的关系也不会因此受到损害，这是一种双赢。但操控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操控的本质是我希望你变好，变得更符合我的需求。它的潜台词是你现在的状态不符合我的利益，所以你必须改变。它是一场精心包装的、以爱为名的单方面的权力掠夺。我们不妨在脑海里过一遍自己的人生，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当你获得一个去外地发展的绝佳工作机会时，你的伴侣却紧紧抱着你，用充满爱意的口吻说：“我真的离不开你，我不是自私，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也怕你一个人在外地吃苦。”这让你感动又愧疚，最终放弃了那个机会。当你在大学里想要选择自己热爱的艺术专业时，你的父母却语重心长地告诉你：“孩子，我们都是为你好，画画当不了饭吃，我们只想你将来有份安稳的工作，不用像我们这么累。”这让你觉得追求梦想是一种罪过，最终填上了那个所谓热门的专业。当你的朋友想让你帮忙处理一件非常棘手又占用你大量时间的事情时，他会先细数他曾经帮过你的点点滴滴，然后说：“咱们这关系你肯定不会拒绝我吧？”这让你感觉一旦拒绝就是忘恩负义，最终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你看，在所有这些场景里，对方的语言都充满了爱、关心和情分，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你的世界变小了，你的梦想被搁置了，你的边界被侵犯了。而对方呢？他们获得了安全感，满足了控制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一旦我们深入到底层去挖掘，就会发现操控行为的一个核心特征，它所有的表达都指向利他，但它所有的动机都指向利己。操控者就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他会用非常华丽的辞藻、动人的情感来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完全忽略了他真正想干什么。他让你关注他对你有多爱，而不是让你关注为了这份爱你付出了多么不合理的代价。所以，朋友们，我们要建立第一个判断标准：当一个人试图影响你的重大决定时，不要光听他说了什么，更要分析他这么做的最终受益方到底是谁。健康的亲密关系确实需要妥协，但健康的妥协是我为了你后退一步，你为了我也后退一步，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而操控是我用爱的名义画了一个圈，让你心甘情愿地待在原地，永远不要动。这是一种伪装成付出的自私。所以请记住，操控不是一个单一的动作，它是一种氛围，是一种让你长期感到困惑、内疚、压抑和自我怀疑的氛围。它不是一次让你喝酒，而是慢慢让你觉得不喝酒就是不合群。它不是一次让你放弃机会，而是慢慢让你觉得追求梦想就是自私。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各种各样的力量影响着，学会分辨这其中的区别，是我们在这个复杂世界里保护好自己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火墙。那么，当你再次陷入这种两难境地，当你感觉心里某个地方不对劲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在心里问自己3个问题。这3个问题就像3张照妖镜，能帮你瞬间看清对方的真实意图。第一，谈话结束之后，我是感觉更清晰、更有力量了，还是感觉更迷茫、更内疚了？
第二，他是给了我更多选择的可能性，还是把所有别的路都堵死，只留下一条他想要的？第三，如果我最终说了不，他会尊重我的决定，还是会用冷暴力发脾气，或者让我产生负罪感的方式来惩罚我？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将无比清晰地告诉你，你正在经历的到底是一场健康的沟通，还是一场隐形的操控。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操控到底长什么样，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操控者往往伪装得极好。他们可能是魅力四射的社交达人，也可能是楚楚可怜的受害者。在下一个部分，我们就来深入敌后，彻底揭秘这些操控者玩家的内心世界，看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通过刚才的讨论，我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三面照妖镜，能够初步分辨出一段关系到底是为你好，还是为我用。那么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来了，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是天生的坏人吗？他们是那种躲在阴暗角落里，每天琢磨着怎么算计别人的大反派吗？如果真这么简单，把他们一律定义成坏蛋，那事情反而好办了。但现实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很多操控者在生活中可能看起来一点也不坏。他可能是你眼中那个魅力四射、人见人爱的朋友，可能是那个对你关怀备至、无微不至的伴侣，也可能是那个永远把家人挂在嘴边、为你操碎了心的长辈。他们为什么要操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戴上一副心理学的 X 光眼镜，穿透他们言行的表象，去看看他们内心深处到底藏着些什么。根据《操纵心理学》这本书的深刻剖析，我们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操控行为并非源于恶意，而是源于他们内心无法填补的黑洞。这些黑洞总结起来，主要就是三大驱动力。第一个是对失控的极度恐惧。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一艘在狂风巨浪里航行的小破船，随时都有可能翻掉。他内心是慌乱的、恐惧的。为了对抗这种恐惧，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拼命抓住身边一切能抓住的东西，把它们牢牢地固定住。而你身边的人就是他想要抓住的船锚。你的思想、你的行为、你的决定，一旦超出了他的预期和掌控，对他来说就等同于船锚松动了，风浪更大了，他的世界就濒临崩溃。所以他必须也必然会用尽一切手段，让你回到他设定的航线里来。他控制你不是因为他强大，恰恰是因为他内心极度虚弱。他需要通过掌控外部世界来获得一丝丝虚假的安全感。你的自由成了他安全感的牺牲品。第二个是像毒瘾一样，对认可和赞美的无尽渴求。每个人的内心都像一个杯子，我们需要爱和认可来把它填满，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感。健康的人自己能往杯子里倒水，别人倒水是锦上添花。但操控者的杯子底下有个洞，它永远是空的。他没有能力自我肯定，所以他唯一的能量来源就是从外部世界去索取。他需要你持续不断的赞美他，依赖他，需要你把他看成是你的神。你的每一次肯定，就像是给他注射了一剂能量剂，能让他暂时感觉良好。一旦你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不再把他当成世界的中心，就等于切断了他的能量供应。为了活下去，他必然会想尽办法把你拉回到他的轨道上，让你继续扮演那个为他鼓掌、为他欢呼的观众。你的独立是对他存在感的巨大威胁。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一个，是藏在狂妄自大面具之下极度的低自尊。这一点可能有点反直觉，我们总觉得那些喜欢控制别人的人一定都特别自信、特别强大。但真相恰恰相反，就像我们常说的，越是缺什么，就越是炫耀什么。操控者之所以那么迷恋权力的游戏，沉醉于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快感，正是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他可能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不够有魅力，不够成功，这种我不行的感觉让他无法忍受。于是他启动了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只要我能成功的控制你，让你按照我的意愿行事，那就反向证明了我比你更强，更有智慧。你的每一次屈服，都成了他用来证明我其实很行的证据。他把你当成了一面镜子，他需要通过看到镜子里那个渺小顺从的你，来映照出自己高大权威的幻想。所以你看，操控的本质不是一场强者对弱者的欺凌，而是一场内在的弱者对外在的假想敌发动的一场可悲的自我防击战。搞懂了这三个底层动机，我们就能轻松地给生活里那些典型的操控者玩家画个像了。第一种，我们叫他万人迷玩家。这种人通常是社交场上的明星，他风趣迷人，善于言辞。他操控你的方式不是打压，而是施恩。他今天帮你个小忙，明天送你个礼物，让你感觉自己是他庞大的关系网里那个最特别的存在。他让你在情感上永远欠着他，等到他需要你付出的时候，你根本无法拒绝，因为拒绝就意味着你忘恩负义，会被踢出他那个光鲜亮丽的圈子。第二种叫圣母圣父玩家，或者叫大家长也行。这种玩家最喜欢扮演你的人生导师，他的口头禅就是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他会用他的经验和权威为你规划好一切，你的人生、你的事业、你的婚姻，他都为你准备好了最好的方案。你只要听话就能少走弯路。一旦你试图反抗，他不会给你发火，他只会露出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心表情，让你觉得自己辜负了他的苦心，简直就是个不知好歹的白眼狼。第三种也是最难缠的一种，叫祥林嫂玩家。这种玩家永远是世界上最惨的人，
他的生活就是一部苦情连续剧，他会不断的向你倾诉他的不幸、他的创伤、他的委屈，他让你觉得他那么惨都是因为别人，因为这个世界对他不公。你内心那个善良的小天使会忍不住想要去拯救他，去安抚他。慢慢的你会发现，你成了他的专属情绪垃圾桶和拯救者，你的人生就是围着他的不幸在打转。你一旦想离开，就会背上沉重的道德枷锁，感觉自己像个抛弃落水者的罪人。无论是哪种玩家，他们的招式看起来千变万化，但他们的内核都是我们刚才讲的那3点：恐惧、失控、渴求认可和低自尊。我们花这么长时间去分析他们，去理解他们，目的不是为了同情他们，更不是为了给他们的行为找借口。记住，无论他背后有什么样的童年创伤和心理黑洞，这都不能成为他伤害你的理由。我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祛魅，是为了让你明白，那个让你感到恐惧、内疚、无力的人，他并不是什么法力无边的神，也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魔鬼。他只是一个内心住着小孩，用成年人的方式，笨拙的、错误的，甚至不惜伤害他人的方式，在寻求安全感的可怜人。当你能从这个视角去看待他的时候，你就从这场心理战中获得了一种降维打击的能力。他那些让你曾经感到痛苦万分的言行，在你眼里会变成一套可预测的、重复的，甚至有点可笑的固定程序。而当你不再对他的行为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时，你就已经悄悄地从他的棋盘上跳了下来。好了，现在我们已经识破了操控者的伪装，也洞察了他们的内心，但是还有一个终极问题需要回答：茫茫人海，为什么偏偏是你成了他的最佳玩伴？在下一个部分，我们将调转镜头，进行一次最深刻的自我审视，看看到底是我们身上的哪些特质吸引了操控者，并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上一部分我们深入到了操控者的内心，把他们分析得底朝天。现在，一个最尖锐、最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茫茫人海，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我好像总是会遇到这样的人？是我身上有什么问题吗？是我活该受罪？在开始这一部分的讨论之前，请你对着屏幕前的自己，或者在心里非常坚定地对自己说一句话：这不是我的错。请一定记住，容易被操控不是因为你不好，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太好了。你身上那些被社会、被传统文化所赞美的优良品质，比如善良、有同情心、重感情、有责任感，在操控者的眼里，就像是黑夜里的灯塔一样，耀眼又迷人。他们就像是那种嗅觉极其灵敏的猎手，能够精准地识别出谁的内心最柔软，谁的边界最模糊，谁最有可能为了关系和谐而无限度的妥协。所以，接下来的讨论不是一场受害者批斗大会，而是一次自我防御体系的全面体检。我们不是要指责自己，而是要看清楚我们内心到底有哪些情感按钮，总是轻易的就被别人按了下去，然后遥控了我们的人生。《操纵心理学》这本书为我们总结了7个最常见的情感按钮。你可以拿出笔和纸，或者在心里给自己打个分，看看自己在哪些方面特别容易被趁虚而入。第一个按钮叫讨好病，或者叫老好人综合症。有讨好病的人，内心深处有一个几乎无法撼动的信念：我必须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喜欢我，对我满意。你特别害怕让别人失望，特别害怕被别人讨厌。对你来说，别人皱一下眉，都像是对你的一次审判。所以你总是不自觉地去迎合别人的期待，哪怕要为此牺牲自己的时间和需求。操控者一眼就能看出你这个特点，他们拿捏你简直太容易了。他们根本不需要对你大呼大叫，只需要表现出一点点不高兴、很失望的样子，你内心的警报就会立刻拉响。然后你会主动凑上去问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开心？你看你亲手把遥控器交到了对方的手里。第二个按钮叫圣母病，学名叫病态责任感。有这个按钮的人会下意识地把别人的问题都当成是自己的问题。伴侣不开心了，你会觉得是我没照顾好他；孩子成绩不好了，你会觉得是我没教育好他；甚至朋友遇到困难了，你都会觉得都怪我没能帮上忙。你就像一个背着巨大能量包的超人，总想去拯救全世界。操控者，尤其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祥林嫂玩家，最喜欢你这样的人。他们会把自己的所有不幸、所有糟糕的情绪，像垃圾一样全部倾倒给你。而你呢，不仅不会拒绝，还会充满同情的照单全收，甚至会因为自己没能让他立刻快乐起来而感到深深的自责。你的善良成了别人可以无限利用的资源。第三个按钮叫冲突恐惧症，也就是极度害怕撕破脸。你的世界里和气大于一切，你觉得一旦发生正面冲突，就意味着关系的破裂，这是你无法承受的。所以你宁愿自己受尽委屈，也要维持表面的和平。当你的权益被侵犯时，你脑子里想的不是我要去争取，而是算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操控者最喜欢利用你这一点了，他们会不断的去试探你的底线。今天让你帮个小忙，明天占你个小便宜。他们知道，只要事情没到让你忍无可忍的地步，你为了避免冲突，大概率都会选择算了。你的退让就像是在一寸一寸的割让自己的领土，直到最后你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第四个按钮叫认可饥渴症，你对自己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界的眼光。你做一件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我喜不喜欢，而是别人会怎么看我，他会夸我吗？你需要通过别人持续不断的正面反馈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这就给了操控者一个非常致命的武器——战略性的表扬和批评。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他会把你夸上天，让你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为了维持这份荣耀，你愿意为他做任何事。而当他想打压你的时候，他只需要收回这份认可，或者进行一些轻微的贬低，就能让你瞬间跌入谷底，拼命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你的价值被他牢牢地攥在了手里。第5个按钮叫情感依赖症。你特别害怕孤独，害怕一个人做决定。你觉得如果没有另一个人在身边为你指引方向，提供情绪支持，你的生活就会彻底垮掉。这种依赖让家长型的操控者有了巨大的发挥空间。他们会非常乐意扮演你的拯救者和引路人，他们会一边告诉你你不行，你太天真了，一边又为你安排好一切，让你越来越离不开他。久而久之，你真的会相信自己就是个废物，而他是你活下去唯一的依靠。这种依赖关系是操控关系里最难摆脱的一种。第6个按钮叫我不配综合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低自尊。在你的内心深处，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被爱，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所以，当一段糟糕的关系出现时，你的第一反应不是他对我太差了，而是也许我就只配得上这样的关系吧。操控者对你的打压和贬低，不但不会让你清醒，反而会印证你内心深处的那个声音。看吧，我果然就是这么差劲。你甚至会感激对方不嫌弃你，愿意和你在一起。这种心态让你在一段有毒的关系里彻底放弃了抵抗。第7个按钮叫逻辑天真病。你总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跟你一样，是讲道理、有逻辑的。你相信，只要你把道理掰开了、撕碎了、讲清楚，对方就一定能理解你，然后做出改变。所以，当操控者颠倒黑白的时候，你会一遍又一遍地试图跟他理论，去证明1+1等于2。但你不知道的是，操控者根本就不在乎逻辑，他只在乎输赢。你越是想跟他讲道理，就越是掉进他为你设下的圈套，最后被他绕得筋疲力尽，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好了，这7个情感按钮，你身上有几个？请记住，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那么1、2个，这很正常，这不丢人。这只是我们过往人生经历在我们内心留下的印记。我们今天把它们一个一个的找出来，擦干净，看清楚。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自己，而是为了再下一次，当别人试图再来按这些按钮的时候，你内心的警报系统能够第一时间响起。你能清晰地告诉自己，哦，原来他又在利用我的讨好病了，他这是在利用我的冲突恐惧症。这种清晰的觉察，就是我们夺回权力、挣脱束缚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次最诚实的自我体检，知道了自己最需要防御的阵地在哪里，接下来就让我们火力全开，直接杀入敌方的武器库，去缴获那本操控者的武功秘籍，看看他们到底是用哪些阴险毒辣的招式来精准的攻击我们这些情感按钮的。我们常看武侠小说里面的高手过招，拼的不仅是内力，更是招式。操控者就是这样一位精通各种邪门歪道招式的高手，他们这些招式迷惑性极强，杀伤力巨大，往往在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中了内伤。但别怕，任何武功都有它的罩门和破绽。这一部分，我们就来揭秘操控者武器库里最经典的10大必杀技，并且我们会给每一招都配上一个简单有效的破解心法。请你一定拿好小本本，因为接下来全是干货。第1招，颠倒黑白，让你怀疑人生的乾坤大挪移。这一招是操控者的入门基本功，也是最高阶的内功心法，学名叫煤气灯操控。具体操作是，他们会坚定地否认一些客观发生过的事实，扭曲你说过的话，让你觉得是自己的记忆力、感知力，甚至精神状态出了问题。他最常用的句式是：你有被迫害妄想症吧？是你太敏感了，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我从没说过这话，是你自己记错了。这一招的杀伤力在于，它会从根本上动摇你对现实的信任。久而久之，你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断，你做什么事之前都会下意识地想，是不是我又想多了？你变成了一个需要靠它来为你定义真实的傀儡。破解心法，相信你的直觉，相信你的第一感受。你的感受就是你的真实，不要陷入和对方无休止的辩论，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把你绕晕。你可以开始悄悄地写日记，记录下那些让你困惑的对话和事件。当他再次否认时，你心里有一本账，你不需要跟他对峙，你只需要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的感受是真实的，我没有疯。第2招，让你永远主动就范的苦肉计。这一招简直就是为我们这些重感情、有良心的人量身定做的陷阱。操控者会不断地向你强调，他为你付出了多少，为你牺牲了多少，让你永远背负着一种沉重的情感债务。他最常用的句式是：为了你，我放弃了那么好的机会，你现在就这么对我，我为你做了这么多，让你帮我个小忙，你都不愿意。当你被这种巨大的罪恶感和亏欠感包裹时，你就很难对他说不，因为拒绝就意味着你忘恩负义，是个坏人。破解心法，客体分离。你要在心里清晰地画出一条线，他当初的付出是他自己的选择，他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感激他的付出，但这不代表你要用无条件的满足他来作为回报。你可以对他说，我非常感谢你当初为我做的一切，但这件具体的事情我做不到。记住，健康的付出不求回报，求回报的付出本质是交易。第3招，永远站在道德洼地做卖惨神功。这一招和苦肉计有点像，但更高级。
他不强调为你付出，而是强调他自己有多惨。他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命运多舛、全世界都对他不公的完美受害者。他最常用的句式是：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反正我就是这样了，没人爱没人疼。这一招的阴险之处在于，它会激发你内心深处的同情心和拯救欲。你看着他那么可怜，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帮助他，去承担本不该你承担的责任。如果你不帮他，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冷酷、非常残忍的人。破解心法，你可以同情他的遭遇，但你绝对不能承包他的人生。你可以表达你的关心，比如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难过，但千万不要主动去给他提解决方案，更不要把他的问题变成你的问题。你要守住你的边界，你的同情心很宝贵，但它不是用来给别人的烂摊子买单的。第四招，用沉默惩罚你，逼你投降的寒冰真气。吵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一般的沉默。这一招就是我们常说的冷暴力。当你没有满足他的要求，或者他想达到某个目的时，他会突然从你的世界里消失，不回微信，不接电话，就算在同一个房间，也把你当成空气。他什么都不用说，但那种冰冷的氛围，那种被隔绝的恐惧感，会让你感到极度的焦虑和恐慌。为了打破这种窒息的沉默，你往往会率先妥协道歉，哪怕错的根本不是你。破解心法，谁痛苦谁改变。你要让他知道，他的沉默惩罚不了你。在他冷暴力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追问你到底怎么了，而是要表现得云淡风轻，去做你自己的事，去看书，去健身，去找朋友玩。当他发现他的寒冰真气对你无效时，他就失去了对你的最大控制权。你要让他明白，沟通的大门是敞开的，但你不会为他的沉默游戏买单。第五招，偷梁换柱，让你哑口无言的移花接木。你跟他谈事实，他跟你谈态度；你跟他谈态度，他跟你谈动机；你跟他谈动机，他跟你翻旧账。反正他总能神奇的把焦点从他自己的问题转移到你的问题上。比如你指责他说话不算话，他会说：“我那不是忘了吗？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你这人就是太计较了。”一瞬间，问题从他的失信变成了你的小气。破解心法，拉回主题，不要被他带跑偏。在对话中，温柔而坚定地把焦点一次次地拉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你可以说：“我们先不讨论我计不计较的问题，我们现在只讨论你昨天答应我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做到？”始终记住你们谈话的核心，不要被他那些旁逸斜出的指责所迷惑。第六招，让你永远无法满足他的斗转星移。无论你做得多好，他总能从中挑出毛病。你考了99分，他会问你为什么丢了那一分；你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他会说：“你看那个角落还有根头发。”他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你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让你永远处在一种追赶他的标准的状态里。这样他就能永远占据这段关系的制高点，对你进行评判。破解心法，建立你自己的内部评价体系。你做一件事，评判标准是你自己是否满意，而不是他是否点头。当他再次挑剔你的时候，你可以平静地看着他说：“是吗？但我对自己这次的表现挺满意的。”当你不再需要他的认可时，他的评判权就失效了。第七招，用无辜的表情逼你就范的装傻神功。这招通常用在逃避责任，尤其是家务劳动上。他会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生活无法自理的巨婴。他最常用的句式是：“这个我不会弄啊，我肯定会搞砸的，还是你来吧，你比我强多了。”这种以退为进的示弱，会让你产生一种算了，求他不如自己干的无力感，最终把所有的活儿都揽到自己身上。破解心法，相信他的潜力，不要大包大揽，把责任还给他。你可以微笑着鼓励他：“没关系，我相信你多试几次就会了，搞砸了也没事，我陪你一起收拾。”让他直面自己行为的后果，是治愈装傻病的唯一解药。第八招，让你快速沦陷、无法自拔的桃花岛阵法。这招就是爱的轰炸，但它不仅用在关系初期，更会用在打一巴掌给磕疼的循环里。在你心灰意冷、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会突然启动这个阵法，用雪崩般的甜言蜜语和浪漫攻势把你困住，让你觉得之前的一切都只是误会。破解心法，观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他开始对你进行爱的轰炸时，你要在心里拉响警报，你要看他是否在具体的事情上做出了真正的改变，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承诺。你可以说：“谢谢你的甜言蜜语，但我更想看到你接下来会怎么做。”第九招，指桑骂槐，让你有苦说不出的袈裟摄影。这招就是被动攻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阴阳怪气。他从不直接表达他的不满，而是通过一些旁敲侧击、袈裟摄影的方式让你感到不舒服。比如他看到你买了件新衣服，可能会说：“有真舍得给自己花钱啊，哪像我什么都舍不得买。”破解心法，让他没法阴阳。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装听不懂他的弦外之音，并且顺着他的话给他一个非常真诚的回应。比如：“是啊，我觉得辛苦工作就应该偶尔奖励一下自己，你也应该多给自己买点好东西啊。”这种积极的回应会像一拳打在棉花上，让他所有的阴阳怪气都无处发力。第10招，终极威胁，让你彻底恐惧的狮吼功。这是所有招式里最赤裸裸，也是最低级的一招。当所有软性的操控都不管用的时候，他就会私下伪装，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比如：“你敢跟我分手，我就怎样怎样；你再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你要是敢走，我就去告诉所有人。”他利用的是你内心最深的恐惧。破解心法，你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任何形式的威胁都是关系里最危险的信号。你首先要做的不是跟他辩论，而是保护好自己，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向外界求助。请你一定要记住，任何一段需要用恐惧来维系的关系，都绝对不是爱，那只是囚笼。好了，这10大招式就是操控者最常用的武功秘籍。当然，现实中的招式可能还有很多变种，但万变不离其宗，它们的内核都是通过制造你的负面情绪、恐惧、内疚、怀疑来达到控制你的目的。而我们拆解这些招式，不是为了让你变成一个精通吵架的战斗狂人去跟他们硬碰硬。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打赢这场游戏，而是为了看清游戏的规则，然后潇洒地转身离开这张牌桌。现在你已经学会了见招拆招，但零散的招式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在下一部分，我们将把所有这些心法整合起来，为你量身打造一套系统的、可执行的权力反转计划。在战场上再精妙的战术，如果没有坚决的执行，那都是纸上谈兵。同样，在与操控者的这场权力博弈中，光看懂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行动。对于很多长期处在被控制关系中的朋友来说，反抗这2个字听起来就像是要去攀登一座珠穆朗玛峰一样，充满了恐惧和不确定。我们害怕冲突，害怕关系破裂，害怕对方更猛烈的报复。别怕，我们这一部分所要开启的，不是一场让你头破血流的暴力革命，而是一场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的和平起义。我们把书中最核心的反抗策略整合成了一个你今天就可以开始执行的7日重生计划。这7天会使你夺回人生主导权、逆风翻盘的开始。第1天到第2天放下武器，当一个人类学家。是的，你没听错，我们反抗的第一步不是冲上去跟他理论，而是先放下武器，从这场情感斗争中暂时抽离出来。在这2天里，你的角色不再是那个委屈的、愤怒的受害者，而是一个冷静的、客观的人类学家。你的任务只有一个：观察和记录。当对方再次对你使用我们上一部分提到的那些武功招式时，你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立刻产生情绪，陷入自责或者愤怒。你要在心里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平静地给他贴上标签。哦，苦肉计来了。这是颠倒黑白，看他开始卖惨了。到了晚上，找一个绝对秘密和安全的时间，拿出一个本子，只记录3件事。第一，今天发生了什么，客观描述事件。第二，我的感受是什么，真实记录你的情绪。第三，我猜他的目的是什么，分析他的动机。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用？这太有用了。这个简单的动作是在帮你完成最关键的心理断奶，它会强行在你和他的情感纠缠之间拉开一道安全的距离。当你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去分析和记录这一切的时候，你就已经从一个被剧情控制的演员变成了那个审视剧情的导演。操控着所有让你痛苦的手段，在你眼里都变成了可供研究的行为样本。这个转变是所有权力反转的开始。第3天到第4天，课题分离，停止喂养操控者。操控者就像一种情感吸血鬼，他赖以生存的血液就是你那些被他挑动起来的负面情绪，你的内疚感、你的恐惧感、你的同情心。所以，我们起义的第2步就是停止向他喂养这些情感能量。在这2天，我们要练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叫课题分离。说白了就是谁的锅谁来背，谁的情绪谁负责。当他再次向你倾倒他的负面情绪时，比如他说我好难过，都是因为你。你以前可能会立刻冲上去，对不起，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好受一点？但现在你要忍住，你要用一种既不挑衅也不负责的态度去回应他。你可以说，听起来你确实很难过。你看这句话的精妙之处在于，你承认了他的感受，这让他没法指责你冷酷无情，但你没有为他的感受负责。你就像一面镜子，只是平静地把他自己的情绪反射了回去。当他试图用苦肉计让你产生负罪感时，你要停止自证清白。你可以说，我理解你的付出，但我们今天只讨论这件事本身。当他开始卖惨时，你要停止扮演拯救者。你可以说，我同情你的遭遇，但这件事我真的帮不了你。这2天你会感觉非常非常难，因为我们内心那些老好人、圣母病的按钮会疯狂的报警。但你一定要坚持住。当你不再为他的情绪买单时，他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操控工具。一个吸不到血的吸血鬼，他的力量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枯萎。第5天到第6天，画出红线，练习说不。当我们不再被对方的情绪轻易控制之后，我们就要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出击了。这个出击不是让你去吵架，而是让你去划线，为你的个人边界画出清晰的、不可逾越的红线。而划线最核心的动作就是练习说不。对于很多讨好型人格的朋友来说，说一个不字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我们同样需要循序渐进。在这2天，你的任务是从生活里那些最小、最安全的事情开始，去重建你的拒绝肌肉。比如，当他让你帮他拿一个他自己随手就能拿到的东西时，你可以微笑着说：“我现在手头有点事，你自己去拿好吗？”当他想让你放弃自己的周末安排，去陪他做他想做的事时，你可以说：“听起来很有意思，但这个周末我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下次吧。”你甚至可以准备一些万能的缓冲句式，比如这个我需要考虑一下，晚点答复你。这个提议有点突然，我需要一点时间消化。每一次小小的成功的拒绝，都是在你的心理账户里存入了一笔较强自我肯定的存款。
它会让你慢慢相信，原来说不天并不会塌下来，原来我的需求和别人的需求是同样重要的。第7天，正面沟通，宣告新世界的规矩。好了，经过了前面6天的准备和练习，我们终于来到了计划的最后一步。这一步需要你鼓起最大的勇气，我们要进行一次正面沟通，向操控者清晰地宣告，那个旧的、任你摆布的我已经不存在了。从今天起，我们的关系将适用一套全新的规则。请你一定记住，这次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吵，不是为了翻旧账，更不是为了去改变它，唯一的目的是宣告。你需要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间和场合，用我字句来表达你的感受和需求。比如，你可以说，在过去的关系里，当我听到一些批评和贬低的话时，我感到非常痛苦和不被尊重。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能用更平等、更尊重的方式来交流。或者我发现我需要更多的个人空间和时间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希望我的这个需求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在宣告完你的新规矩之后，你还需要温和而坚定地说明违规的后果。比如，如果我们无法用尊重的方式沟通，那么我可能会选择暂时离开，直到我们都能冷静下来。这次沟通大概率不会一帆风顺，对方可能会暴怒，可能会继续用旧的招式来对付你。但没关系，你已经不是6天前的你了，你已经看穿了他的招式，也练习了如何应对。无论他是什么反应，你只需要记住你的核心目的，你不是在请求他的同意，你只是在通知他，你的世界已经变了。朋友们，这个7日重生计划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它很难，甚至会很痛。操控者一定会用加倍的手段来试图把你拉回旧的轨道，但请你一定相信，只要你走出了这第一步，你就永远不会再回到那个黑暗的、无力的、被线操控的过去了。这个计划的终点不是为了战胜谁，而是为了重建那个真正强大、自由、完整的自己。我们对《操纵心理学》这本书的深度解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探讨了人性，也剖析了关系，但归根结底，书中最核心的讨论都指向2个字：权力。那个曾经定义你、消耗你、控制你的权利，从今天起将被你亲手收回。从木偶到掌舵人的转变，始于一次次微小的选择：选择尊重自己的感受，选择守护自己的边界，选择把自己的需求放在优先位置。你的世界由你的选择构成，愿你做出那个让自己真正自由的选择。